听说此刻，半月楼已经被中书省王舍人的内侄给包下来了。科考在即，他竟然敢如此招摇享乐。人家什么身份？我等什么身份？说不定早就已经把门道疏通好了。我们这些寒门子弟能跟人家比吗？如此说来，我们这寒门子弟岂不永无出头之日啊？喝酒吧。这儿有。哎，你们听，哪儿有嘘声？敢问阁下，为何挡住我们的去路？诸君夜泊镜湖，醉卧乌篷，想必是科考在即，心有烦忧。吾特来为诸君解惑。阁下何人？怎知我们是荆轲世子？吾乃镜湖先生，可辨识人心，知过去未来。王丞兄，我看此人行事藏头露尾，多半是个骗子吧？就是啊，天下哪有此等神人？我可不信。如若不信，可上传一试。诸君心中所求，得吾相助，皆可达成。我愿意试。请。请坐。敢问先生如何为我解惑？凝神静气，详看此物，一切因果尽在其中。话说那一夜，月色皎皎，熏声悠悠，镜湖先生乘一叶扁舟破雾而来。他邀请世子王成上船一叙，3言2语便点过了他，然后又消失在一片薄雾之中。你们猜后来怎么了？怎么着了？下注了！金河状元花落谁家？下注了！我这个什么的？哎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！科举及第秘籍30文一本，30文一本。科举及第秘籍。第2日，王成便写出了数篇文章，向司贤书局投了稿。那书局刊印的《京都异史》，乃是世宗令韩大人的必读之物。这不出几日啊，王成便被韩大人相中了，收为了门下弟子。哎，这王成岂不是发达了？对呀！哎，诸位，这不只是王成啊，那晚同去3人都被镜湖先生一一勘破心中所求，还指点迷津，并祝他们得偿所愿。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字儿。总之啊，但凡是世子能遇到的疑问，这镜湖先生都能为他们一一。张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行了啊！今天先散了啊！这镜湖先生该怎么找啊？这我也想知道啊。不过呀，还是去镜湖边碰碰运气吧。啊，先生，别走啊！哎，听说了吗？这次科举啊，太后跟圣上都想让自己的人来当主考官，相争不下，到最后呢，却让一个2头都没站的蓝侍郎讨了空子。那个人油盐不进啊，送礼的都让打回来了。哦，马兄莫非之前碰过钉子？怎么说话呢？我用得着吗？对，也是。马兄啊，堂堂江南郡守之子，
过些日子啊就要迎娶国舅千金了，还用得着讨好他区区一个兰氏郎？就是。没想到这主考官之位竟落到了我头上，世人皆说我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只怕圣上此举另有深意。是，看来接下来咱们的行事须得万分小心了。事已至此，只得尽力助拳。张兄，你可不知道，我最近天天求神拜佛，只盼你早日回京。我都吃了半个月的素了，可把你盼回来了。心结解开了呗？那就好，看，一定是佛祖显灵了。走，走。啊，这不是最近快科举了吗？我这临时抱抱佛脚。对了，你刚刚说那个镜湖先生是什么人啊？哦，你说那人啊？那可是个神人啊，就是在你离京不久后突然出现的。哎，别说，那人跟你还有点渊源呢。我听闻他也会一种术法，能窥探内心、预知未来，而且也要用到一种水器。难道他也会净化水源？大人，我已经在镜湖边上查看过了，却全然没有发现镜湖先生的半点踪迹。此事实在蹊跷。既然摩罗族的复仇者已经死在了玄机府，为何又冒出来一个镜湖先生？前尘往事扑朔迷离，但既然此人会净化水源，就一定同摩罗族有关。找到他，或许会有新的传奇。张兄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，受过镜湖先生指点的许兄。许兄，这是我的好兄弟张平。我知道二位来所为何事，但我已经不能再多说了。现在整个京城都在讨论这件事情，就连主考官蓝大人都被惊动了。我怕再传下去，我是要惹祸上身啊！许兄，咱们俩在京城是什么关系啊？你就帮帮我呗！我保证，张兄就是问几个问题，绝不外传。来，走，来，绝不外传，绝不外传。你问吧。听说镜湖先生能够窥探人的内心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一开始也不相信，但是镜湖先生一下就猜到了我正在寻找薛儒编撰的四书真注。这本书在江湖上失传已久。那晚，镜湖先生跟我说，让我回去之后多做善事，积攒福报。我就沿街给那些流民啊、乞丐啊发放些吃食。结果，你猜怎么着？有一个乞丐，非说不肯白吃我的，拿一个旧的木盒跟我交换。我拿回来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！里面竟然就是这本四书真注。哇，真是太神了吧！干嘛？问就问啊，别打我的书的主意。镜湖先生那晚使用的水器是这样的吗？还真是一样的。你们怎么也有？嗨，那天我详细的跟张兄说了一下，他觉得特神，他就仿制了一下，仿制的。那镜湖先生是如何用此物对你施术的？哎，你干嘛呢？我就是往里注入清水，然后让我注视着水面啊，差不多就这样吧。好了，我要温书了啊，你们也回去。我再多问一句，你被施术后，还记得发生过什么吗？也没发生什么，就是感觉
置身于仙境一般，心境无比平静。今科共备4道考题，由3位大人与下官分别出题，再由2位监考官见证封存。待科考当日，现场抽取其一。不知3位大人对此有何异议？老夫等人均无异议。那便请3位大人与下官封存考题。赵兄，你到底弄清楚了吗？镜湖先生用的到底是不是镜花水月？水器的样式和施术过程的确跟镜花水月一样，但是据我所知，镜花水月并不能未卜先知，而且那个乞丐的出现也未免太过巧合了。得，算我们又白跑一趟。也不是，既然他也有水器，就说明他和摩罗族有关系。不过，我总觉得他别有居心。怎么还别有居心了呢？更奇怪的是，镜湖的湖水来自地下，与外界并不连通，外面的船不可能进来。镜湖先生的船，又是如何做到神秘出现，又神秘失踪的呢？我觉得吧，咱们就别瞎想了。听说那镜湖先生是湖上白鹤所化，自然来去神变，岂是我们这种凡人能够窥破的？你先回家吧，我再想想。嗯。近来出现个镜湖先生，在世子中威望颇高，蓝侍郎可有耳闻？下官听说了。科举乃是为了选拔天子门生，却有宵小之人趁机笼络人心，怕是意图不轨。你作为主考官，需更加上心。下官谨记。
哎，你说，咱们都来了5天了，也没碰到镜湖先生。那天晚上我怎么没跟王承兄一同泛舟呢？也不至于天天在这守株待兔。来都来了，要不咱们还是去湖上碰碰。哎，陈超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不是在家温书备考吗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这半吊书袋啊，的书袋啊，临时抱佛脚是没有，还是抱个真佛吧。来，给。这熏声是镜湖先生，镜湖先生来了吗？哎，让让，快！哪儿呢？这湖上的是，一定是镜湖先生的锦囊。锦囊。这怎么拿呀？对呀。都让！哎，你给我！这个，来，看，写什么呀？哥，共愿秋为，鬼有鬼。有鬼？哎，有鬼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明白啊。也是。这有鬼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千万别让我抽到什么鬼友啊！明天就要科考了，却遇到这档子事儿，蓝大人应该怪头疼的。一会儿抽签的时候，咱俩要遇到他跟蓝大人是考官，我们是考生，入场就好了。我看可不如常吧。这当初啊，我可听说有人天天出入蓝府，跟蓝大人怕是什么远房亲戚吧？那张兄今科定然是高中了。何轩在这儿，先行给您道喜了。何轩，张兄招你惹你了，少在这尖嘴薄舌。怎么了？我说的不都是事实吗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就是。哎，诸位，考官来了。我2人乃礼部员外郎邵志、季文，皆为今科监考官。依照惯例，考生须于考前1日抽取座次，由我2人亲自监督，以示公正。考试期间，1人1座，已按照天干地支的次序排列。签上所写乃是座位的号牌。现在，请所有考生排成2队，开始抽签。人参就在鬼友旁边，张兄，你可太幸运了！快点儿！皇帝奥土，保佑我不要抽到鬼友。哎，陈子成抽中了鬼友号。哟，陈兄，镜湖先生预言你听说了吧？你可要小心啊！是啊，陈兄，这镜湖先生的预言可是很准的。你呀，赶紧回家烧点符纸，去晦气。哎，陈兄，怎么走了？切，不考了，装什么清高？不就会写几篇文章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就看不惯他那鸟样。陈兄不就平时帮人带笔，补贴家用，你们何必如此刻薄？行了，快点抽签。张兄，你看什么呢？他刚才反应有点奇怪，
哎，要我抽到了，估计更慌。诸世子，经查验无误，进入考场后需找到号牌对应座位，自行就座。本次科考为时3天，于今日4时正式开始。4时过后，考场封门禁止入内，如若外出，需提前交卷，视为答卷完毕，不可再入。张兄，在那儿。鬼友桌的人呢？哎，陈子尚还没来呢，该不会预言成真了吧？张兄，今儿一直没见到陈子尚，离开考就半个时辰了，他不会不敢来考试了吧？那鬼友有鬼的传言，蓝侍郎可曾知晓？科举乃国之要务，务须谨慎。下官已派人加强公园周围的巡逻，仔细验查考场的陈设，并未发现不妥。4时在即，准备抽题。鬼友有鬼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张兄，你到底看出什么来了？没什么异常。考官至。本官乃经科主考，礼部侍郎蓝卷，现抽取经科试题。是镜湖先生！镜湖先生，走，快看到甲方，快！在哪儿呢？哎，快看！在那边，上面，在那儿。快，镜湖先生在帮我们。对，是不是镜湖先生又有什么原因啊？快看！这边有动静啊！这是锦囊，在那边，快接着！庶人似可逐鳌头，重路行遍新牧名。若无足定今相遇，空有正欲四方情。庶人似可逐鳌头，庶人逐鳌头的方法唯有登科呀！这说的不就是科举吗？快去查，怎么回事？若无足定
金镶玉，空有正玉，四方秦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财，就只能空有一腔抱负吗？没有钱财，空有抱负又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有人早就用钱财贿赂了考官？那我们这些没钱的不就白来了？是不是啊？对啊！鬼有鬼，难道指的就是这场科考舞弊？这试题恐怕已经泄露了。不行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！必须给！动员众地，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诸位稍安勿躁。本次科考的4位出题人，皆是圣上钦点，全程又有礼部监督，断不会有受贿舞弊的可能。如若再有人危言耸听，扰乱考场秩序，本官将按照本朝的律法，将其除名严惩。蓝大人，您这是要排除异己，公然打压我们吗？哎，不对呀，这句“若无足定金镶玉”，莫非说的就是蓝大人？对呀，金镶玉，金镶玉，绝不就是金镶玉啊！请3位随本官移步内堂。蓝侍郎，方才那一幕你作何解释？事出突然，下官也是防不胜防。那这诗，你又怎么说？这一句有诸多解释，单凭“金镶玉”3个字，便说下官受贿，这未免太过牵强。况且那镜湖先生藏头露尾，别有居心，他的话岂可取信？张平，你跟蓝大人沾亲带故，该不会是你们串通舞弊，他泄题给你的吧？蓝大人在帮你作弊吧？我刚刚看到你在鬼友号鬼鬼祟祟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我是去查，看着挺老实的，没想到居心叵测啊！禀告4位大人，下官带人在附近一带搜寻，并未发现是何处传来的讯声，也未发现是何人放的纸鸢。你速去请部通知王侍郎此事，请他前来相助调查。不妥。老夫和窦尚书都是荆轲出题之人，我儿王晏理应遵循六亲回避、下属回避这2个条律，不能介入科考啊。老夫为官几十载，还从未见过哪届科考出了这么大的乱子。若要稳住考生的心，恐怕只有你辞去主考官一职，另择贤能了。下官既没泄题，又没有收受贿赂，若因这字条上的含沙射影便请辞，那岂不是正遂了这奸人之意？你们一个个红口白牙的胡说八道，张兄怎么可能跟蓝大人串通舞弊？我看有鬼的就是他，不能让此等舞弊之人跟我们一同参加科考，对我等太不公平。对，妹妹怎么回事？好像是闹起来了。你和蓝大人没有关系。住手！我和蓝大人没有关系，更没有串通作弊。你蒙谁呢？刘太傅、王太尉，方才这个人在鬼友桌前鬼鬼祟祟，定是他跟蓝侍郎串通舞弊，应该把他们都抓出去严惩。我没有。张平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我还纳闷呢，你又没有什么钱，如何舞弊？我看你就是蓝大人的亲戚。我说了我没有。蒙谁呢？蒙谁呢？后头就是现在这样，你作何解释？我没有，我说了我没有。住手！本官与张平并无瓜葛。我朝规定，考前3月，考生均需录入家状。既然大家有此疑虑，我便当众宣读张平的家状，以正视听。张平，冠西川郡李家店人士，曾祖吴，祖吴。
母无、父无、兄弟无、3代无，合家口音。本官知道你们寒窗苦读多年，其中的艰苦，本官深有体会。今日，既然诸位对本官有所质疑，为保公正，本官愿辞去主考官之职，赴大理寺接受调查。如若抽到本官的考题，亦可作废，另去抽取。少智，礼部的事宜，暂由你和季文主持。诸位，既然蓝侍郎已经交出了主考官印，科举还当继续进行，改由本官代表礼部抽取经科考题。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等认为，礼部之人皆是蓝侍郎的手下，难保不会出于他的授意代行这舞弊之事。那你想如何？科举若要继续进行的话，要保证绝对不可能有舞弊之事发生，尤其是抽题环节，须得绝对公正，毫无从中作梗的可能。我觉得换了，你这人。诸位，众人既不放心，可自行推举一人前来抽题。3位大人及礼部上下皆无异议。我们刚才商量过了，若选一位士子上去抽题，也难免会落人口实。这样吧，我们选一位无关人士蒙眼抽题，以示公正。那你想选谁？就是那位在院中洒扫的老者，他无官无名，断不会与谁有利害关系。他是无关之人。杨伯。经科考题由柳太傅所出，以德定国为题，作策论一篇。科考开始。这个镜湖先生的2道语言直指科举，还把蓝大人卷进来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臣子上门来考试，又是为什么呢？看来必须得尽快找到镜湖先生，不如先从臣子上下手。
这才1天就交卷了？早写完了。哎，公子，您尝尝点心，公子，赶紧走，后一放我一刻都不想待了。车呢？公子，那车给您停门口了。公子您一步。废物，停这么远干嘛？还得跑这么远？哎，公子您息怒。主要这公园的护卫不让停。报名号了吗？我报了。养你们不如养几条狗。赶紧把车叫来。是。看什么呢？是陈子商家吗？陈子商。南侍郎这失职之罪是免不了了。事情闹得这么大，纵使你自请入狱，作为主考官，也难以向圣上交代。镜湖先生扰乱科举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那首藏头诗，难道只是为了污蔑我收受贿赂？进去吧。蓝大人，牛儿醒了要吃草，那边上面草儿好。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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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。开饭了。
蓝大人，你吃吗？蓝大人，你要是不吃的话，这碗我也吃了，有点饿。先放着吧，我待会儿再吃。你带快一点，不然一会儿就凉了。你到刑狱司坐牢，还能将吃食带进来，那都是托了蓝大人的福。之前您推荐我到安毒库做工，我便和这里的狱卒认识了，也多亏了他，才能跟您关到一处。本官自请下狱，是为了稳定科考的局面。你又是为何被关起来？陈子商死了。什么？我一直觉得陈子商没来考试很蹊跷，于是我便提前交了考卷，赶去他家，发现陈子商已经倒在井边，死去多时。看起来像是沐浴摔死的。这么说，这其中还有一点奇怪的是，如果洗澡的时候摔倒，身体会本能的弓起，先用腰部、臀部着地以保护头颈，而陈子商的腰部、背部、臀部均没有伤痕，这说明他在摔倒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反应能力，所以凶手应是先将他杀死，再伪造成沐浴现场，摆出他失足跌倒的姿势。可惜现场被雨水冲刷过，大多痕迹都被破坏了。那依你所见，凶手会是何人？暂时还不知道，但是我发现了其他线索。我进入陈子商屋中，发现他把所有的行李都收拾好了，看起来不像是去公园，倒像是出远门。我疑惑间翻了翻他的书箱，发现里面除了书籍，还有些草稿。陈子商的底稿竟然和马莲的答卷一模一样。本次科考的题目可是以德定国。大人怎么知道？在狱中这2日，我仔细思索了镜湖先生那道预言诗，发现这其中另有乾坤。你可带了纸笔？树人4可，竹鳌头。这4字竹句人，便是乙字。重路行变心木明，这行字与心和木相冲，叠出的是德字。若无足定金相遇，这定若没有足够的金，便剩下右侧的定。空有正语，四方晴。空有正语，指的是没有边土可整治。这玉去掉土，即是祸，四方是口，二者相结合，便是国。这首诗表面讽刺科举舞弊，实则拆字解析，暗合考题，以德定国。没想到镜湖先生竟然把信息藏得这么深。我听陈州说过，陈子商经常给人代笔赚钱，
所以便猜测，马林是提前得知了科举试题，找陈子商写了答卷。这底稿便是马林科举舞弊的证据。既是如此重要的证据，你为何不直接交给大理寺，而是来找我？此事牵扯科举，又和镜湖先生脱不了干系，所以无论是与公，还是与我们父辈之间的旧案，我都更希望交给大人。为此，不惜被关进刑狱司。其实也没犯多大事儿，就是跟官兵顶了2句嘴，被扣了个谋法纪的罪名，关2天。多谢。镜湖先生既然能在出监之前就放出鬼友有鬼的预言，就说明陈子商的死和谢题肯定与他有关。不如我们先从这2个案子查起，或许查清楚了，就能把他揪出来。张平，你来狱中将实情相告，我很感激。但是，你我立场终究不同。大人还是因为之前的事情记恨我吗？我父亲的事儿，罪不在你，我也不会再迁怒于你。但此事终究与你母亲有关，我也很难有立场再与你相交。我明白了，我自己查。南大人，太后传唤你，请吧。科举出了此等纰漏，臣身为主考官，难辞其咎。但是当日，陈子商无故缺考，臣担心有异，便差人去他家中探访，发现陈子商已于科考前夜遇害，而他家中这份手稿，竟与科举当日抽中的试题以德定国相对应。圣上，臣受蓝侍郎之托，从贡院调出了马连的答卷，的确与陈子商的文章一模一样。臣又在狱中拆解了镜湖先生的预言诗，发现这诗中也暗含此题。由此可见，科举舞弊确有其事，还望圣上太后彻查此案。蓝侍郎既是清白的，便不必再去大理寺了。谢太后。臣斗胆一问，舞弊一事，应交何人处置？此事还待从长计议。幕后。儿臣看来，查出究竟是何人操纵科举，又是何人草菅人命，乃是当务之急。皇帝认为如今闹得还不够大吗？还要让朝廷公开承认存在舞弊，将置朝廷的威信于何地？太后，老臣以为柳太傅，那预言诗直指你出的考题，若要彻查，你难脱干系。老臣不怕查，相信王太尉窦尚书也不怕。臣也不怕，但臣以为，如今正闹得沸沸扬扬，理应大事化小，
先保住朝廷颜面，待风波平息之后，再慢慢调查。可是母后，这马连是国舅爷的乘龙快婿，您未来的侄女婿。若果真参与舞弊杀人，那我皇室颜面又该置于何地？更有甚者，会误以为我们是存心包庇，只怕有损您的威严。圣上所言极是，还请太后彻查此案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彻查到底。参与科举的一应官员、出题人、主考官、监考官等均有嫌疑，一律禁足家中，无职不得外出。母后英明。只是这窦尚书和王太尉都是出题人，刑部理应避嫌。那这主理权交给大理寺。太后容禀，臣近来身体抱恙，头昏眼花，是字也看不清，这提笔也费劲，万一耽误了查案，只怕是有损诸位重臣的名声啊！你还推三阻四，难道要让哀家亲自去查？太后息怒，臣遵旨。回家吧，以后别再点钟官爷了。多谢。大人，这2日在牢中受苦了。不过没想到圣上竟会在朝堂上把您保下来了。看来我能当这个主考官，是圣上有意为之。那日我心上所言，圣上您是听进去了。大人，听说陶大人这次倒是利索，已经火速将马连收监了。但那马连过得还不错，好吃好喝，还没被提审过。以马连的家世，陶周峰不看僧面也会看佛面。若此案想靠他查明，难。那怎么办？查案咱们不擅长，此事又涉及王太尉和窦尚书，王大人也要避嫌。要不，还是找张平？没旁人的协助，就查不了了。准备准备，去趟公园。可太后也让您进组。循规蹈矩，如何突围？公园一定有我们需要的线索。我就进去看一眼，不会破坏现场。这事没商量啊！走走走。要是我能提供线索，能帮上忙呢？我们不管查案，只管看门，用不着你帮忙啊！无论什么忙，只要能让我进去，我都愿意帮。这……哎，你说咱搁这也站半天了，腰酸背疼的，也没人给咱哥俩弄口水喝。是啊，这天儿也黑了，这饭也没吃，你说怎么就没人给咱们送点酒肉呢？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去吃饭喝酒，我替你们看会儿。你说你也是在大理寺当过差的人，怎么官场上的这点事儿，这蓝大人就没教教你吗？啊？如果换作是蓝大人，他会怎么做？哦，你们是要钱对吧？你怎么还说出来了？没事没事，咱认识他也不是1天2天了。就这些了。啊？就这么点啊？若想鬼友有鬼，何以得定国2道远成真？一要确保陈子生抽到鬼友钱，
二要确保，科举当日被抽到的是柳太傅出的题目。您的意思是，有人在抽签和抽题时，分别做了手脚？大人，没人，进来吧。正是，抽签和保管试题，都是少职季文负责，他二人嫌疑最大。还有抽题的那个杨伯，也可以。可如今涉案人员都禁足在家，由大理寺派兵看守，咱们都接触不到啊。所以，才要从物证入手。大人，真是这卷轴有问题吗？我们哥俩快交班了，你赶紧的啊！我刚进来，就5文钱，你还要查找明天啊？至多1刻啊！大人，这试卷封条上的污迹是什么？霉斑。这墨迹上怎么会发霉？您是怀疑这霉斑跟舞弊有关？可抽题时杨波蒙着眼呢，如何看见？抽题的时候应该还没有，否则众目睽睽之下，定会被人发现。可这墨怎么会发霉呢？这倒像米面上成了霉，我年少时常见。难道杨波手上沾了米面，不慎蹭上去了？此卷轴再无其他异样，应该是此物的蹊跷。可抽到他的方法是什么？若破解不出，光凭一个霉斑也无法定谁的罪啊！如果是张平，他会怎么着？奇怪，这些石头底部没有被雨水冲刷过，应该是脏的才对。为何只有这块底部干干净净，像是有人刻意冲洗过，再放回去的？踩踏痕迹。这里有可能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养你们不如养几条狗，赶紧把车叫来！哎，是。